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民以食为天，吃饭对身体健康的影响太大了。吃对了有益健康，但是若是吃错了，或就会病从口入了。有传言说，人的一生吃饭的量是有定数的，谁先吃完谁先走，这是真的吗？吃得少活得久，是否可信？饭量小的人更长寿，如何吃饭更有益健康长寿？下面就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这个话题。世界著名医学杂志《柳叶刀》里面就讨论过中国人的寿命。文章说，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是在过去25年增长了 8.5 岁，这是一个很大的成就。但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却存在着明显的地域差异。总体来说，南方地区比北方地区要长寿。平均寿命排名前3的是海南、上海和广东。排名前10的省份里面只有2个是北方省份。而且中国的100岁老人主要集中在长三角、珠三角、东南沿海以及川渝地区，都是在南方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？专家认为有好几个的原因。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北方人普遍重口味，喜欢大块吃肉，蔬菜水果相对少吃，而南方人普遍细嚼慢咽，吃得细致而讲究。这导致什么情况发生呢？大块吃肉，狼吞虎咽，吃饭的人常常会吃得更多，而细嚼慢咽的人因为咀嚼食物更为充分，比较容易得到饱腹感，吃的会更少。吃得少的人更容易长命。我们常听老人家说一句话，人的饭量是有定数的，谁先吃完谁先走。没想到最近美国一项长达10年的实验居然也证明了这句话。研究人员将200只猴子分组，一组猴子不控制饮食，让他们放开了吃，想吃就吃，而另一组猴子则严格的控制饮食，只要吃7-8分饱。2组猴子的运动量相同，生活环境也基本一样。10年以后，科研人员发现，没有管制饮食的那一组，很多都长成了体胖多病的油腻猴子，得脂肪肝、冠心病、高血压的比例极高，而且一半都死了。而严格控制饮食的那一组猴子，100只里面才死了12只。英国也有一项研究发现，饭量减少4成能够延长寿命20年。进食过多会增加人的氧化反应，体内的炎症的因子也会增加，而控制饮食能够减少应激反应。在非肥胖成年人的研究中，参与者只减少了 12% 的饭量，1年、2年后，他们的血糖代谢已经有所改善。不仅如此，参与者的体重、炎症水平都下降了。换言之，减少饭量后，这些人的身体更健康了。也就是说，吃的越多，你的身体越有能量，也越有多余的能量全速的迈向衰老，乃至疾病和死亡。2. 我们应该怎么吃？有一个非常实用的方法，黄金8原则，你只用看这一总结就知道该怎么吃了。2者总比撑着好，瘦的要比胖的好。这句话是年近90岁的肿瘤专家孙燕院士说的。实质上，你不需要每一顿都吃得那么饱，吃得那么撑，每餐只吃7-8分饱就够了。那怎么判断自己吃了7-8分饱呢？那就要按照你自己的用餐规律。如果在2餐之间不需要吃其他的东西，一天只需要3餐，那就证明你上一顿吃的是7分饱了。这个度的把握，你要自己慢慢的尝试，慢慢的适应。2. 适当饮食的开始是减少一口。年近90岁的中南海门诊部的主任王敏清医生表示，不要愧对自己的嘴，喜欢吃就吃，只要每次都少吃一口，别贪多，吃到7分饱就没问题。3. 晚餐哪怕不吃，也绝对不要吃过饱。哪怕你午餐无法做到控制，那么请你一定要控制好你的晚餐。美国的一位健康专家曾说，晚餐的作用1/4是维持生命，3/4是维持医生的收入。这种说法虽然有点夸张，但它说明了一个道理，好好对待晚餐的重要性，比你吃什么都重要。
晚餐千万不要吃太晚，在7点之前最好，因为人体的排钙高峰在晚餐后的4个小时到5个小时左右。如果晚餐吃得太晚，人睡着的时候尿液无法排出体外，容易形成结石。4. 饭前喝汤，细嚼慢咽。南方人在吃饭之前一般都会喝一口汤，喷入口腔、食道、胃里，起到很好的润滑作用，方便固体食物的进入，而且喝汤能够增加饱腹感，减少进食量。人的胃部向大脑传递保障信息的时间是20-30分钟，细嚼慢咽能够增加消化系统对食物的感受，提高饱腹感。最新的一个研究表明，在同等的饭量下，细嚼慢咽的人饭后感到饥饿的时间会大大的推迟。5. 多吃素，少吃肉。国外大学的研究表明，素食者患心脏病和心血管疾病的几率比一般人要低，平均寿命比非素食者要长4到5年。而且在非素食者中，红肉消耗量更大的人群在总死亡率、心血管病死亡率和癌症致死率的风险更高。在肉类里，鸡、鸭、鱼都属于白肉，而猪、牛、羊都属于红肉，培根、香肠、腊肠等都属于人工的肉制品。因此，多吃素，少吃肉。如果要吃肉，吃白肉比红肉要好，肉制品别吃。如果觉得自己吃太多肉了，要相应的多吃一些纤维类的食物，比如水果和蔬菜，因为纤维可以减少亚硝基化合物的产生，减少对身体的伤害。6. 每天保证营养的摄入，每天吃够12种食物，每周吃够25种食物，你就不用担心吃的少会对营养摄入有影响。只要你保证自己能够摄入多样的食物，每天的食物包括谷薯类、蔬菜、水果、肉类、蛋白、大豆、坚果等，一天吃够12种食物，或者每周吃够25种食物，那你的食谱就足够均衡了。1. 拒绝甜食，拒绝零食，拒绝奶茶。我们之前说过，如果你在2餐之间不感到肚子饿，你的食量才是适当的。希望你能够锻炼出自己的合适食量。如果中间吃甜品零食，会让你的胃口变大，而且脂肪的含量也会增多。8. 多回家做饭，少吃外卖。你永远都不知道外卖餐厅里的食物为了做得鲜美新颖，放了多少不该放的东西下去。能够回家吃饭的，尽量回家吃饭。民以食为天，对于中老年人来说，吃饭是一门健康长寿的学问。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，调整错误的饮食种类，才是正确的选择。健健康康吃饭，开开心心长寿，何乐而不为呢？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朋友们，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。您的每个留言和点赞都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。也非常欢迎您到评论区分享您的生活经验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